详解16型人格 ESTJ 四不狗的检查者。1. 概括 ESTJ 们用一丝不苟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，他们是极度严谨、极度自律，同时也是极度可靠的一种类型。ESTJ 们安静、严肃、勤奋且有责任心，他们具有很强的集中力、条理性和准确性，对于细节有很强的记忆和判断。ESTJ 型的人总是很传统、保守，他们聆听和喜欢确实、清晰地陈述事物。他们重视必要的理论体系和传统惯例，对于那些不是如此做事的人则很不耐烦。因为以上的特点 ，ESTJ 们往往是社会的稳压器，所以也有书里叫他们公务员。注：扑克脸是 ESTJ 们的常见表情特征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初次与 ESTJ 见面，你会感觉面前的是雕像。2. 分析 ESTJ 占人口比例大约13%到14%。ESTJ 观察世界上那些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现实 ，S 并客观的去处理。T 对他们来说，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是结构、流程和秩序。J 爱的类型则使他们看上去有点冷酷和孤独。从字母组合来看，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严谨、客观，讲求逻辑实效，按章办事，不很爱说话。同时，作为一个一气场的人，他们同时又是有自主意见、坚韧不拔、不易被人影响的类型。在学校的学习中 ，ESTJ 是所有小、初、高中老师们最喜欢的孩子类型，他们成绩稳定，尊师重道，踏实细致、自律，善于记忆，他们尤其是数学老师的最爱。ESTJ 们对数字天生敏锐，极具天赋。注：企业的 CEO 里 ，ESTJ 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。美国的数据。3. 性格特征表现 ESTJ 是可以依靠、负责任的类型。ESTJ 背后的驱动力是责任、生产力和效果。注意，不是效率。他们做事一丝不苟，极度严谨。这种性格使他们非常适合从事那些类似检查、核对之类的工作。这些工作的共同点是需要以一种比较安静的、不张扬的方式来确认各项规定是不是已经得到了遵守。比如表格的填报是不是规范啊，上一笔的尾款是不是按时到账啊，库存和运单上的是不是一致啊等等。ESTJ 喜欢一种幕后的、比较安静的方式来维护整个组织的正常秩序。ESTJ 更喜欢与物打交道而不是人，同时他们也是16型人格里面最喜欢去整理东西的一种类型，甚至是 Windows 桌面都只有极少的图标，办公桌上永远规规矩矩、整整齐齐、一尘不染。ESTJ 特别喜欢做他们以前做过的事情，喜欢从事一些高重复性的工作，比如一个安全工程师每天去工地上检查各项安全措施是不是都 OK。ESTJ 喜欢重复，在重复中他们会感觉踏实、安全、有把握，而且一点都不会觉得枯燥。ESTJ 在处理数字方面很有天赋，他们的能力在于按照既定的规则处理各种材料，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财务、会计、审计等等涉及核算的工作岗位上找到 ESTJ 的身影。和其他 SJ 一样，在学校里他们更喜欢涉及到资源管理方面的课程，而 ESTJ 的数学通常都会比其他 SJ 要好，他们可以说是所有类型中最认真仔细的人了。因此 ESTJ 在核对数据、表格方面有着极大的兴趣和天赋，他们喜欢手持一份长长的报表，然后在上面一项一项打勾。如果你周围有某个人每次去买东西的时候会随身携带购物单，然后一项一项确认，那么这位朋友很有可能就是 ESTJ。 在生活当中 ESTJ 们都是一群非常朴素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简朴的人，然后他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性价比和耐久性，很少会在意商品的外观或者新潮程度。ESTJ 可能是16型人格里面最不会去赶时髦、追逐新潮的人，他们甚至会不喜欢商品升级换代太快，他们一般都会买一个手机，然后一用就是7、8年，他们反而会喜欢一些特别老的东西，古董、字画、旧书，这世界上很多人是喜新厌旧，唯有 ESTJ 常常是喜旧厌新。说 ESTJ 喜旧厌新，不是他们反感新，虽然他们经常是创新的阻力，只要新一旦看见实际效果，他们就会迅速落实实施，积极推进，行动迅速是他们的标志。
他们喜欢每推出一个项目就跟进，直至完成。ESG 经常在工作场所贴上一些所谓的口号，努力工作，绝不浪费，剩下1分钱就是挣的1分钱。很明显 ESG 的工作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工作，工作第一，这是 ESG 的普遍观念，其次是家庭和社区的责任。当所有这一切都安排有序了，他们才会安排娱乐活动。他们是典型的在一天结束时把工作带回家的类型。流程这2个字对于 ESG 来说有极其重要的位置。在商界中，从大型商店到夫妻店， ESG 们都指定了结构化的流程，而且高效的执行，并期待别人也这样做。当职位很低时，他们接受命令，起初是抱怨，然后照做，并最终取得很好的成果。当职位提高时，他们就会发出指令，但他们并不强势的去推进或指责不听命令的人。他们会制定各种规章制度、流程，虽然有时这种规章制度和流程看上去很让人费解，甚至可笑， ESG 们也会要求大家去遵守。ESG 可以成为杰出的员工、经理或领导。ESG 对待工作生活的态度是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有效，就必须制定在特定情况下如何做的具体明确的指示，就像起飞前检查清单样。所以，一个好经理会每天对他的员工说早上好、你好，且一旦这些被列在清单上，这些问候就被一遍遍的做，直至变成 ESG 管理风格的一部分。在组织中，其他人对 ESG 有不同意见时， ESG 不会具体说明，而只会表现出不耐烦或不同意。因此 ESG 的行为中明显包含了给我看、给我证明的情况，给我看为什么这样可以节约成本，证明给我看你是对的。ESG 的不善表达常使别人泄气、惊慌，从而采取防卫的应对。这就难怪 ESG 给人的感觉经常像个贷款审核员。ESG 不加掩饰的风格给工作场所带来了严肃和保守的气氛。其他类型的人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很无趣。舒适的椅子、办公室装修和休闲活动都被 ESG 看作浪费时间和金钱。长期下去，他们对效率的追求反而使员工士气不振，动力降低。最后谈一谈 ESG 的劣势。所谓劣势，就是 ESG 的反向人格特征。可以说 ESG 偏好舒服的，几乎都是 ESG 不爽的。我们前面谈到了追梦人 ESG 是非常喜欢创意创新的，喜欢关注人的情感和成长。反之就是 ESG 们不喜欢创意和创新，也不关注人的情感和成长，这成了 ESG 们的死穴。例如，一个内心充满彷徨迷茫的员工表达了对工作的低落情绪，员工颤抖的嘴唇或想要掉泪的场景会使 ESG 不知所措，因为他们怕失去控制而没有办法处理好这种情况。而且 ESG 会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，至少是没用的。最终 ESG 的反应就只能是加紧控制，或者简单的否认问题。4. 偏好职业领域。偏好的职业领域：商业、金融、小学教育、法律、应用科学、卫生保健、服务、技术类。偏好的典型职业：气象学者、数据库管理、保健管理员、财务工作者、后勤经理、信息总监、预算分析员、医学研究、检察员、农学家、保健医生、生物医学研究者、办公室管理人员、信用分析师、审计员、证券经纪人、侦探、地质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。5. 工作中的优劣势。1. ESG 在工作中的优势可能包括：办事精确，希望第一次就能把工作做好，乐意遵循确定的日常安排和传统的方针政策，每次都能十分专注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项目或任务上，能够独立的工作，灵敏的组织能力，一丝不苟，认真专注地对待具体问题、事实和细节，相信传统模式的可取之处，并且能够遵循传统模式，非常强的责任意识，别人可以信任你去实现自己的诺言，明白清晰的工作伦理，认为高效率和多成果是很重要的，对实现目标有毅力和决心，通情达理，视角现实。2. ESG 在工作中的劣势可能包括：不愿意尝试、接受新的和未经考验的观点和想法，对变动感到不安，排斥革新，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缺乏耐心，
有时会由于近期目标而忽略长远需要，办事死板，必要的时候难以或不愿意适应新情况，难以看到问题的整体以及行为的长远影响，对于方针或决定将会对别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缺乏敏感，需要的时候不愿意改变努力的方向或调整投入的多少，不愿意促成必要的改变，也不愿意支持经过仔细考虑的风险行为。